在东北零下30-40度，我们都是如何生存的呢？看这窗户就知道有多冷了，直冒白烟。一早先拌点热乎食，把这鸡给喂喂，冻了这一宿了，也给它打开见见太阳，喂点食暖和暖和。这水的话，现在也是一会儿添一点，一会儿添一点的，添的太多了，过不了几分钟就冻住了。虽然也是在棚里边，白天有大太阳，看着是挺暖和的，但是温度也是挺低的，也得在个零下20多度。昨天晚上又飘了一小层雪，也没有多厚，铲不起来，给它拿扫把划拉划拉。现在真是到了雪季，倒也不是说天天的下，但是隔三差五的飘一层，那是常事儿。再把这炉灰给倒了，点上。这收拾完还没洗脸呢，满脸都是灰。先来洗个脸，把脸戴上帽子，再把昨晚的豆包给收了，不然该冻大劲儿了。听这声音就跟石头蛋子似的，当当的。给它装几个小袋里边，再放外边这个室外大冰缸里，这就又凑齐了一样主食。这2大缸也都是猫冬囤的货，菜呀、肉啊、冻饺子啥的，水果都有。吃的时候直接化一下，也就不用总上街了。再铲点雪，把这棚里给打扫一下，这黑炭给霍霍的满地都是碎片片。回屋暖和暖和，歇会儿就准备开始做饭了。捞点雪里红做一个豆腐汤。去年我在这屋里烧炕老是冒大烟，后来没办法就把窗户那块塑料布给豁开了，直到大冷的时候才封上。今年是怕窗户边这2大缸菜给冻了，就早早的给封上了。但是偶尔的话，这屋里还是会冒烟，到时候就把门给开开通个风。开门个2-3分钟，这屋里的空气就能换一遍，所以根本不存在屋里有味儿啊啥的。黑炭，你在看什么？东北作为全国天黑最早的省份，下午3点多我们这边天就开始黑了，所以我们猫冬之后一天只吃2顿饭。早上起来先把这被子叠起来放在炕寝里，冬天睡火炕老舒服了，早上起来这炕都是热乎的呢。早上起来也是最冷的时候，零下27-8度，因为晚上睡觉怕不安全，睡前就把这个屋里的炉子给灭了，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得先生火，把屋里烧得暖和了，再去忙活洗漱做饭。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猫冬一天都吃啥。外边这几个大缸都是猫冬准备的吃的，这是前段时间包好的冻饺子。在我们这边猫冬之后没啥事儿，都会包一些冻饺子放起来。胖去干活了，就我一个人在家，早上蒸点饺子吃也比较省事儿。烧大锅也就顺带着把这火炕给烧了，这样的话这炕一天都是热乎的。下午1点来钟就又开始做晚饭了，胖的脚受伤了，老舅过来给帮忙劈点柴火，杀只鸡炖鸡吃，这鸡都是家养的溜达鸡儿。把剁好的鸡先倒锅里爆炒一下，再添点水，最后再放上自己家晒的土豆干，再配上这大铁锅，做出来的菜都老香了。早上做饭的时候烧一次火炕，现在再烧一次，睡前这火炕就不用再烧了，到明天早上都是热乎的。在我们这边天黑前就吃完晚饭了，收拾完屋里差不多才3点半，这太阳就已经开始下山了。在东北农村零下30度，没有洗澡间是怎么洗澡的？有朋友说我们猫冬不洗澡，都是等到来年开春再洗。还有前2天给我家狗子洗了个澡，有人说人都不洗澡，还给狗洗呢。那今天我来告诉大家，猫冬到底洗不洗澡？我家都是怎么洗的。
先把小屋里的炉灰给倒了，在屋里掏灰的话，飞到哪儿都是，也不好打扫，所以每次都是搬出去倒。这个炉子小，所以隔个2-3天就得倒一次。这个接口的话，因为也不往外冒烟，所以也没有用东西给它固定住，这样还方便来回拆卸。再把这个火给引着，屋里烧得暖和一点，一会儿就在这个屋洗。在东北的话，不管外边有多冷，屋里还是挺暖和的。再把这大锅给刷一下，在农村的话，有个大锅还是很方便的，而且大锅做饭还好吃。这大锅可是一个万能的锅，它既能做饭，又能烧水，还能烧炕。烧水洗澡的话，这一锅水烧开之后兑点凉水，2个人都不是问题。给它刷干净，放满水，再把这火给点着，一边烧水，也就顺带着把这炕给烧了。趁着这个烧水的功夫，先把这个走廊里的灯绳给接一下，先把电源关了。这个电源还是老以前那种拉的灯线绳，昨天一拉这绳给断了，直接给它砸了，重新换一个新的。在农村的话，还有一点不方便，就是洗澡前一定要把大门给反锁上。回屋这水也烧好了，之前有朋友说用做饭的锅烧水，岂不是上边飘的都是一层油？这个锅的话，我们平时做完饭都会刷干净的，烧水前还会再刷2遍，而且小时候的话也是一直都这么洗的。之前没有太冷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厨房洗的。现在的话，那个屋有点凉，四处冒风，所以就在屋里洗。像我家的话，隔个3-2天就会烧水洗一次，就是倒水有点麻烦。东北农村零下30-40度，上个厕所居然还要带根棍儿。这一觉睡到自然醒，这火炕还都是热的呢。这一大冷天的，就想躺在这火炕上睡个大懒觉。要不是着急上厕所，真是懒得起。这连着下了几场的大雪，出门都需要很大的勇气，直接给冻透了。上个厕所确实也有点遭罪，得争分夺秒的。不过确实也能改掉玩手机的习惯。在我们这边大多也都是旱厕，妈下水的话也容易冻，确实也是挺冷的，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，什么还得带根棍儿，这个词我也是看你们说我才知道的呢。回屋赶紧把这炉子给添点煤，烧暖和一点，换个羽绒服还得继续出来。这连着下雪谁能受得了？这棚顶上又是厚厚的一层，不扫的话它也不至于说给压塌了，就是这也忒遮光了，这屋里都是黢黑的，而且一出太阳一化一冻的话结冰瘤子，黑炭老往这边跑也不安全。他想吃吗？看隔壁这个院里都没有人住，这雪得有多厚？差不多得有个半米多深呢。嗨，收拾完院里，这火炕也热过来了，和点面给它发上，一会儿炸一点年糕饼子，这面给它先醒发一会儿。我家这个电动车是从下完第1场雪就开始没再骑过了，现在路上虽然雪都已经扫完了，但是这底下跟一面镜子似的一层，人走着都打滑，更别说是骑车了。给它擦一擦，推回屋里边，不然这在外边放上一个冬天也就骑不了了。在火炕上边发面还真是挺快的呢，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起来了，捏一块给它揉一揉，把这豆馅包里边，来回拍打就成年糕饼了。胖也回来了，这个大锅有个几天没用了，用水给它涮一下，开始上锅炸。第一次自己做这个年糕饼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
金黄的油炸的，还不错呢。再从这个大缸里边拿2个冻柿子跟冻白菜做一个柿子汤，冻白菜蘸酱。这年糕饼也出锅了，好像是奔我们的时间太长了。这外酥里糯，现在只剩下酥了。不过胖说还是挺好吃的呢。柿子汤蘸酱。掉这个了，掉上。今天我们这边最低温度已经-29度了，但是不在外边待太久的话，也不会觉得有多冷。去年用这个报废轮胎做了一个茶几，得到了好多朋友的喜欢。就是这个腿有点太高了，放炕上的话也有点不太方便。前段时间有朋友来玩相中了，也就送他了。正好家里还有报废的轮胎，再用它做一个不一样的茶几。这大冷天的也不能抻管子出去洗，只能给它放屋里边大盆里刷一刷。我家这炉子是24小时也不闲着，上边都会给它做上一壶水，用着也方便。这个轮胎之前也都有刷过，也不咋脏，给它刷2遍，靠这个炉子旁边晾着，干的也能快点。之前做的这个晒网剩的还有小木条，给它截成几个小段，一会儿用来做支撑用。再用螺丝给它固定一下，更结实一点。这块原板是之前做了摇摇椅的，尺寸拉的有点小了，放这个上边是正好，也不用再拉了。给它固定在这个轮胎上边，安上腿儿，一会儿刷胶盘绳的话也比较方便。给所有问题找答案，我们总是记着梳理清算成长。用了差不多1个多点，这麻绳终于固定好了，给我热得直冒汗。再把这个单面镜放进去，侧面打点胶，固定一个纸壳子，一会儿用来粘花。边上也固定一个灯带，这样出来的话效果也更美观一点。然后把这花一个个的给它固定上去。半透镜和单面镜搭配使用才是最关键的，上边再给它盖上一层玻璃，一个深渊花海茶几就做好了。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哇，真的是深渊的感觉。东北农村猫冻6、7个月，现在已经过去2月了。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现在的一个温度，最低已经达到了-34度了。出来个几分钟，这头发都白了。今天起早去赶大集，囤一点猫冬要吃的肉。前段时间是囤了各种的菜呀、豆包啊、饺子啥的。今天带大家去看看东北的大集，-30、40度的天气都卖些啥，看看是不是跟你们那边大集有啥不一样的。看这猪肉都是成色的卖，还冒着热气呢，也都是现杀的。看这冻豆腐就知道这天有多冷了，得拿锤子使劲给它敲，不然是真下不来呀。现在室外的温度比冰箱的温度还要低，所以在大集上卖的也几乎都是一些冻货，还有一些干货呀啥的，都是一些不怕冻的。像新鲜的菜放在这个露天大集上，几分钟就冻了。其实赶大集的话，不在意说能买多少东西，而是感受这个热闹的气氛。哇，好胖啊！这人好不好吃呢？汤葫芦？纯天然动物。看这一地的黄桃啊、花红、小柿子、大柿子、冻梨呀等等，都是一些冻水果。
这老远就听到这个大哥在喊大鹅100一只，买的人还是挺多的。逛了一圈，这个价格也都不等，然后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呢，赶紧先下手买2只，不然一会儿该抢没了。这得亏是拉了个小车来，不然就这2只大鹅就够拿的了。再加上这大冷天的，手都冻得伸不出来。那小孩的吧？再往前走，看这个塑料棚子里边都老多人了，猜猜是卖啥的？进来一看，这里边都是人，也看不到东西，赶紧先出来了。像大冷的时候，你在大集上看到有这么一个塑料棚子，一般都是卖一些新鲜的菜啊、水果啥的，里边再点上一个炉子，不然的话，这温度跟外边也是一样的冷。这是80的，那是60的，他要那是10块。这逛了一圈，心里差不多也都有底儿了，就开始买了。小鸡儿是100块钱3只，货比3家，个大，颜色还好，然后拿下。排骨的话看着也还不错，也都是现杀的，比较新鲜，买了一共180多块钱的。这牛肉的话，逛了一圈都快卖没了，还剩下这么一丢丢，24块钱1斤。加一个大骨头花了是130来块钱，给黑摊带一个骨头回去。装了满满一大袋子，今天也就这些了。好多家门口的话也都能买到，回家黑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然后把这些肉啥的都塞在这个大冰缸里边。平时的话，我俩吃素还是比较多的，这些也差不多够我俩吃个1个来月了。等吃完了再去囤。今天赶大集的话，买肉差不多是花了600来块钱的，你们觉得贵吗？是不是挺便宜的？